可见舞刀花三千。真火燎原，中间重现，喷泪盘平地深渊，赤霄剑斩千难万险。看天道回转，掀翻太过风清泉，是与非，对错谁辨？乱剑当神殿，平天莫乱，谋算推远有几番。忽凡尘人间，少了离合山长啊！他万般十年生死一线牵，他万世劫缘纵横中笑谈。你九族之巅，凌霄破魔怨，迎风雷烈眼珠血在一场。他浴火涅槃遮天万光澜，他命数不凡随永恒循环。斗转剑，以踏遍这天关。将这团魔血炼化，取得了你修为和力量，有脱胎换骨的飙升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神湖的大秘密。荒古圣体。嘿嘿，上当了吧？在荒古圣体的向力量范围内。凡是进入都会受到一种恐怖的重力压制。丑八怪，就好好趴着吧，小爷我就不奉陪喽。你个小东西，心眼还挺多。收！那个八怪大哥，我刚才其实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在我拿到荒古圣体本源之前，你给我老实点。你还打荒古圣体本源的主意？既然都来了，我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？我看你是想屁吃！别说你只是个破真阳境，就是灵虚境也扛不住这里的重力。是我才知道行不行？有人比我们先进来了。这股恶寒和压力是怎么回事？丑八怪，我们快逃吧！你认识这人？不认识，但是我能从他身上感觉到10万大山里的怨灵气息。什么10万大山？那是北楚一处不亚于5大禁地的兄弟，是一个上古战场。据传，在一场旷世的血战后，无数盖世强者葬身在那，也被称为上古众神的归墟之地。里面布满了杀气、死气、怨念、恨念，以至于形成了众多恐怖之极的怨灵和邪灵。他的怨灵气息太恐怖了，灵族的灵觉警告我，这是不亚于神窟本体强大的存在。奇怪，明明神窟只有空明境以下才能进来啊！哎，你早这样做不就好了？你也快逃吧！若是让这怨灵得到荒古圣体本源，那天下必然大乱。而且，他的修为不是被神窟压制在灵虚境了吗？那我未必会输给他。疯了！我才不跟你一起疯呢！果然，越靠近本源的范围，受到的重力就会越大。在如此强的重力压制下，他竟还能这么快？不行，绝对要阻止他！最好能一击必杀。天照距离太远，且不知对怨灵是否有效。那么只有……
火雷霆！自不量力！不仅身体被重力压制，就连神通和秘法也一样被压制，只能拼了！不行，还不够快！但子龙魂撑不住了，不好！我都不要本源了，为什么还请我？相识一场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丑八怪，你快逃吧，小东西！一开始都叫你逃了，飞不停，现在好了吧？丑八怪虽然很凶，但人还不坏，我小灵蛙不能丢下他不管呀。哪怕他还有一步没走完，我都不能放弃。若那荒古圣体真如传说中那么逆天，那他将是我香隐之远他们复仇的最大依仗。丑八怪，你不要命了？快回来呀！你咋这么死脑筋呢？快回来呀！到此为止了吗？荒古圣体前辈，你也有不甘心吗？不对，不是不甘心，更像就算是天也无法让他低头的坚毅与不屈。想要得到荒古圣体本源，就会受到恐怖的重力压制，这更像是挑选传承者的考验。神窟有空明境无法进入的限制，说明荒古圣体前辈看重的不是修为，而灵虚境往下，无非是看一个人的心性、资质。我明白了，重力也可以是一种强势的象征，比如意志力，这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荒古圣体前辈，我敬你法力通天，但若能意志压我，晚辈可要不敬了。那绝对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不死决心和不败意志，晚辈并不比你少。不舍生忘死，何以面对显露荆棘？荒古圣体前辈，晚辈说的可对？不愧是荒古圣体本源，纵然万载过去，也能感受到那强大的气息。亢龙，你居然不受重力的压制！斩！神火雷霆！不好！小子，你找死！他解开修为禁制了。只要再拖一会儿，他就会被神窟的力量太虚动。你找死！
我不是昔日的陈战，你亦不是昔年的穹苍。往事如尘散，荒古圣体还愿陪我吧，我替你延续万古前的夙愿。曾经的穹苍睥睨天下，你只是一个由他死前恶念和10万大山怨念结合的邪灵而已。你也不过是陈战的一道残念，我倒要看看能不能挡我一刀。转魂无门。圣雷轰顶！你我早就已死，何来的不死不休呢？好，很好，那就请你再去死吧！只要能得到荒古圣体本源。哪怕毁掉这具千辛万苦凝成的真气也值了。等可是我特意为父，他专以怨念、恶念、意念为燃料。倒是想瞧你，但别忘了，这是在我的神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神库的力量在朝某个方向汇聚，快跑吧！力量虽不及巅峰期的1/1000，但灭邪灵绰绰有余。我不甘心！晚辈叶晨，见过陈战前辈。叶晨，你的天赋和意志超群绝伦，能将荒古圣体交给你，我再无遗憾。多谢前辈馈赠。刚才一战，陈战前辈使出远超我境界的力量，身体要扛不住了。这就是荒古圣体本源吗？好霸道的力量！直接从真阳7重晋升到灵虚4重，天劫！
小子，你找死！我不是昔日的真真，我是昔日的穹苍。老死兄弟，敢将荒古圣体本源给我吗？只要能得到荒古圣体本源，哪怕毁掉这具千千万物凝成的真气眼翅膀。但别忘了，这是在我的神库。这荒古圣体竟如此霸道强悍，哪怕是最后一道天劫之雷都难以损伤。叶晨幸得荒古圣体传承，必当奋勇勤进，不坠陈战前辈威名。魂消夜散花溪月，残尘易老一悲凉。孤风飘零栖楚雨，萱草忘忧满世上。苍生何怨，苍天何怨？犹曾望奈何桥上有军影，却不见三生石上有清明。只是看自己纹路，至少有800年了，也不知哪位前辈这么有心情。啊，真是怪了，这诗居然有我和师傅的名字。如此妙诗，回头带回去给师傅看看。我以为你走了，而且当时吸收也无法停下来。都是借口！你还我本源！什么破石头也欺负我！我捡到的就归我了。归你，归你。嘿嘿，丑八怪，你后悔了！这可是玄苍玉剑，炎黄的圣主之剑。炎黄，圣主之剑。北楚疆域辽阔，有诸多强大的隐士势力。炎黄就是曾经让嗜血殿都不敢争锋的势力，而只要戴上这枚戒指，便能成为炎黄圣主，统领整个炎黄。曾经？好像现在分裂了。不过等我成为圣主，便会一统炎黄。嘿嘿，到时封你个御前牵马总管。什么破戒指，怎么戴不进去啊？我的戒指！本源没拿到就算了，连个戒指都欺负我，不想活了。别哭了，只要还在神窟，就不怕没宝贝。现在的我，灵虚境内第一。那些修士从神窟传送出来了，叫齐人马，大家一起上！小灵王，看来传送出来的地方是随机的。不过那小东西应该会找过来吧？丑八怪呢？得快点找到他，宝贝还全在他那儿呢。叶小子，你终于从空间黑洞出来了。荒古圣体，半月未见，你怎么会有如此逆天血脉？龙爷，这说来话长，只能说机缘巧合吧。岂是机缘可言？你是老天爷的私生子吧？要知大成荒古圣体有匹敌大地的战力。匹敌大地？这离你还太遥远了，而且你只继承了荒古圣体本源，没有继承其神藏。神藏？还记得玄灵之体吗？凡逆天血脉，必有专属神藏，里面传承着天赋神通。
荒古圣体之所以能匹敌大地，除了有霸道逆天的气血、肉身及恢复力，更有其专属天赋神通。现在没有，以后也许机缘巧合找到了呢。别人无不信，你无是信的。我既已从神窟出来，也得到了荒古圣体本源，便该让尹志远和正阳宗他们血债血偿了。尹志远不足为惧，但正阳宗作为南楚三宗之首，别说你，即使倾尽横越之力，也未必是对手。若我能联合不弱于正阳宗的势力呢？月儿，选拔族内弟子参加禅渊会盟一事如何了？勉强凑齐2人，离9个人选名额相差甚远。加你也不过3人，可惜你2个妹妹跟你娘外出有事赶不回来。父亲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如历年般对外招募人手助阵了。宣布出去，昊天世家将拿出300万灵石招贤纳士。如此重金，爹你是想招来大楚年轻一代风云榜上的天骄来助战吧？风云榜每10年更新一次，不看修为，只看战力。但能榜上留名，必是实力强横之辈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去办。若晨儿还活着，我昊天世家何须招人？上代炎黄圣主离奇失踪的背后，炎黄势力突然一分为5的惊变。炎、天、地、玄、人5皇彼此的交战，这究竟是惊天的阴谋，还是说重点？这炎黄作为北楚隐秘势力，我们普通人哪知道具体情况？魏小子，仅从这流传在外的消息就能看出，炎黄这潭水很深啊。再深也要探一探，只有收服炎黄这股势力，才有对付正阳宗的本钱。但也不必贸然行事，先找个了解5皇势力的，打听一下情况。可知这炎黄有哪些交好势力？这个昊天世家正在终极招募参加禅渊会盟的人手，快！昊天世家，公子，这昊天世家好像就是与炎黄交好的世家之一。那禅渊会盟是怎么回事？在北镇苍原每3年，袁家、阴阳世家和昊天世家便会举行一次禅渊会盟比赛。这比赛由3家年轻一代的弟子进行对决，也可邀请外界的年轻高手助战，以胜数来和平划分北镇苍原的地盘。看图，我这手。父亲，此人叫方琦，无门无派，却凭自己悟出一套风雷符，跻身风云榜第83名。一介散修能有此实力，在年轻一辈中也属不凡了。好强啊！你以为风云榜上谁都能上？还有哪个敢来与俺一战？不过区83名，便如此目中无人吗？是风云榜第69的李修明，他竟然也来了。听说他前年独闯黑龙寨，顶着近百邪修围攻，以灵虚6重修为，击杀了灵虚9重的头目张龙。若能招募他替昊天世家出战，必能再添胜数。那是俺正好知道，分明是你那准天境师傅长天真人，先出手将那些人修为封住。呸！俺最看不起那种玩阴招的小人，竟敢对我师尊轻蔑，找死！负向风雷！哼！你在找我吗？风窍结穴！
乱废的代价就是好好的做个废物。太狠了吧！这方琦废了。快，派方琦下去医治。是。胜负已分，晚辈愿为昊天世家助战，且不收任何报酬。都说北镇苍原有2轮明月，一是天上月，二当属昊天世家的诗月小姐。家师长天真人此番让我出来，除了魔力之外，更是想我找到一位才貌双全的道侣。什么免费？想财色兼收呢？嘿，无耻！说起来，上届澶渊会盟，昊天世家只划分得北镇苍原2成封地。这届过后，怕是3大世家只剩下2家了吧？昊天家主真的不考虑下吗？李公子实力高强，当属如意夫婿。月儿，这李修明行事心狠手辣，绝非良配。女儿知道，但诗月受父亲和家族养育庇护之恩，理应为家族贡献自己一份力。不过李公子，诗月要嫁的是今日招募比试中最强之人。这简单，今日这个最强，我李修明要，有哪条杂鱼不服？这也太嚣张了吧你！谁杂鱼呢？啊，说话呢？谁是杂鱼啊？这么不会说话。既然遇上，就看看吧。谁是杂鱼？这么狂啊！就是嚣张，说啥东西啊？嘿，装模作样，快点吧，杂鱼！诗月姑娘还等着我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你这张脸很欠打。是你面具之下那张脸过于丑陋而嫉妒吧？报上名来，我李修明不打无名之辈。我叫野打狗。牙尖嘴利，看我把你牙一颗颗敲下来！你找死！有点意思。好霸道的刀意！你到底是谁？不是说了吗？我叫野打狗。五毒摧心蛇剑，是能用万条五毒摧心蛇炼成的本命灵器。等死吧！五毒俱焚！小心！比起打蛇7寸，更喜欢打爆蛇头。一拳打飞李修明，难道他也是风云榜上的？现在的我，灵虚境内第一。公子，这昊天世家好像就是与炎黄交好的世家之一。那澶渊会盟是怎么回事？今日这个最强，我李修明要，有哪条杂鱼不服？有点意思。一拳打飞李修明，难道他也是风云榜上的？都给我等着，一定会让你们好看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王者吗？还有上来挑战的吗？谁敢上啊？连风云榜69的李修明都败得这么惨，只能看这小子抱得美人归了。昊天家主，
是对我的实力还有疑惑？小友实力出众，不知是风云榜上哪位天骄，家中还有何人？是否已经婚配呀？这又不是比武招亲，还来查户口？你定是风云榜上第99名的秦羽吧？你这么肯定？风云榜上只有那秦羽不知是何方势力，也从不露面，并且还有一种神秘的真火。原来是那秦羽，99名都这么厉害了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把真火搞成七色，就是不想让人往我真实身份猜。如今有秦羽这个身份做掩护，更好。小姐果然聪慧过人。秦羽小友，明日禅院会盟比赛就拜托你了，同时也将诗月托付给你，望你好好待他。啊！秦道友莫急，待禅院会盟比赛后，诗月定会遵守约定嫁给你。若我说上台比试时根本不知道这事，你信吗？我已经有了一个挚爱的妻子，所以今生绝不会再娶别人。抱歉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就算没有师父也不能娶啊！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，若娶你，怕是要被老天爷劈成灰呀！我们找你父亲说清此事。放心，禅院会盟比赛我会继续参加。也好，诗月便先谢过秦羽道友了。我早已发动昊天世家在北楚所有的势力，但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关于叶辰的消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做打扰了。等等，父亲就在里面。大小姐，秦公子，家主正在见一位重要客人，你可是有急事相召？你打算一直这样找下去吗？我相信叶辰一定还活着。如此，便只能禅院会盟后说了。抱歉，我先送你回客房歇息吧。天地阴阳玄机变，丹海乾坤自流转。再修道化万千，再度那背影，仙子，那是我家大小姐未来夫婿秦羽。秦羽，想来是我看错了。须臾却为家亲手剑，一剑破万剑，泪光过出天惊变，万年后血色如初见。你说这一次哪一家营收多啊？不是阴阳世家，就是袁家。总之不可能是昊天世家。昊天世家来了！我就说昊天世家没戏，连9个参赛名额都凑不齐。哎呀，重在参与嘛。想不到昊天世家竟如此凋零，而且昊天玄阵似乎还有伤在身。男人的胆子还是其他手段，太小都不好用。我还是那么漂亮，我没看错，那是风云榜第40名的百里端木吧？居然抢到她了！
阴阳世家还清理休明啊？好像是他主动跑上门的。哎，听说啊，他被排99的秦羽按在地上打。秦羽，我会让你明白招惹我的代价。这算是手下败将的叫嚣吗？一时的胜负代表不了什么，秦羽，你后面的路还长着呢，别有什么意外才好。前辈，你都黄土埋脖子的人了，我有什么意外你也看不到啊，就别替我操心了。诸位，既然3大世家已经到齐，那么本次澶渊会盟正式开始。按照以往规矩，自由挑战。凡是输了的参赛人员就淘汰，最后统计3家的胜场数量，来决定本次北镇苍原势力范围划分的比例。第一场比赛由昊天世家与阴阳世家对战。家主，让秦羽公子最后出场吧，更能增加胜率。这个规则甚是不错，我喜欢。不过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快捷一点。你们阴阳家的一起上吧。秦羽要1条9，这小子够嚣张啊！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啊！秦羽，别冲动。哎，我一时失言了，还以为他真行呢，原来怂包一个。昊天世家的人说话怎么就像放屁一样？你插什么嘴？我只是想到还有更省时间的办法。袁家也一起上吧。你说什么？同时挑战18个？这秦羽疯了吧？这昊天世家是要送上门给我们吃吗？哗众取宠罢了。齐小友，莫要妄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家主，快让他下来吧。真以为打败李修明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？对付你一个人就废话真多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我没看错吧？排名40的百里端木被1巴掌抽飞，这秦羽这么强吗？还是你的嘴比较硬，抽得我手疼。秦羽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是刀阵，听说百里端木为务此阵，在密室关了3年，这下死手了。山高百里。玩刀，谁不会似的？风云榜第40，实力不怎么样了，让他们一起上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小子，男人最忌讳的就是求快，你犯忌讳。他找死，你们就送他一程吧。这样就对了。你们被雷劈过吗？我9人之力都挡不住一招，绝对有风云榜前10的实力。
我不打了，这小子这不是人！我再也不来了。家主，这姑爷绝对不能放跑了。看来倒是误打误撞，帮诗月挑到满意的夫婿了。大赛结束后，我该怎么跟父亲说他也有妻子？不劳你动手，我自己下去了。去死吧，秦羽！是夺魄灭魂阵。好好享受三魂七魄崩溃而死的感觉吧，这就是你昨日让我丢尽脸面的下场。这不可能！连天劫雷都难破我的荒古圣体，就凭你这几根破针，能干嘛？你这无耻的嘴脸，让我想起一个必杀的人。秦羽，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否则等我师傅来了，我叫你生不如死。这李修明的师傅长天真人可真不好惹，老牌准天境强者，还极其护短。还有那昊天诗月，我会当着你的面将他玩残，再做成炉鼎，供那万人食用。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渣，就该在18层地狱待着。好可怕的杀气！是啊，这秦羽该不会是杀神转世吧？真人，可以宣布结果了吗？如诸位所见，本次禅渊会盟大会唯一胜者为昊天世家的秦羽。赢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太好了！昊天世家要起事了，这秦羽之名要响彻北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圣主之戒终于现身了。哦，圣主之戒现身了，事情要有趣起来了。三师兄，你的圣主梦可能要做不成了。玄苍玉阶再次择主，师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既然3大世家已经到齐，那么本次禅渊会盟正式开始。你这无耻的嘴脸，让我想起一个必杀的人。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否则等我师傅来了，我叫你生不如死。渣，就该在18层地狱待着。玄苍玉阶再次择主，师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这次禅渊会盟全仗秦羽小友，助我昊天世家解围脱困，此等大恩，当敬秦羽一杯。请屈满饮此杯。愿与诸君同饮。趁此良辰美景，也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小女诗月和秦羽已定婚约，将择日完婚。父亲，别误会。家主，父亲。道伤。昊天家主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因为叶晨，南主恒月宗的叶晨是我弟弟，却被诬陷成魔，生生诛杀钉死。我父亲为替他报仇，寻找当日参与围杀之人，却被那灵真上人率人围攻，虽拼死脱困，却也因此受了刀伤。秦羽小友莫要费心了，道伤有势无力。我有一法可治道伤。昊天家族若是信得过我，
齐羽逍遥自是信得过的，你尽管放手治疗便是。昊天玄阵的刀伤比柳叶师兄重多了。还有心爱的妻子，我如何能？我父亲怎么样了？我这便宜姐姐不会真看上我了吧？父亲刀伤好了。不止如此，他的神魄经天雷淬炼，修为应当还能更进一分。齐羽逍遥，你对我与家族的再造之恩，实在难以为报。你随我来。啊？此乃我昊天世家历代宝库。齐羽逍遥看中什么，自取便是。这就是千年世家的底蕴吗？让齐羽逍遥见笑了，这只是我雕的寻常木雕，并不是什么宝物。寻常木雕可入不了这宝库吧？有些东西等失去的时候，才会知道有多重要吧。这些石头来自传说上古诸神陨落之地的10万大山，内蕴藏着诸神遗留的诸多宝物。神奇的是，这些石头被某种力量掩盖，连天眼神通等秘术都无法看透。不知道仙轮眼能不能看透？有用！这3块石头有2块里面都是废品，只有这株碧海青莲是宝物，连仙轮眼都无法看透。这宝物绝非凡品，我就选这块吧。不行不行，要是石头里什么都没有，岂不是？这木雕我看着挺喜欢的，倒也不算空手而归。若是秦羽小友喜欢，自是可以。秦羽小友，若我没看错，你手上戴着的是炎黄圣主的玄苍玉戒吧？可算等到你问了。玄苍玉戒，它是我在5大禁地的神窟偶然所得，可是有什么讲究？玄苍玉戒乃炎黄1代圣主的玉骨所化，唯其认可之人方能戴上。若秦羽小友信得过，我可以帮你与炎黄那边牵线搭桥，自有人答疑拣货。那就有劳了。好硬，连霸龙刀都劈不动这铁块半分。这到底是啥啊？龙爷，您老见多识广，来帮我瞅瞅，这是个啥宝物？老吴美梦，什么破宝物这么大惊小怪？野小子，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昊天世家送的。龙爷，咱又捡着好宝贝了。宝贝，这是天造之物的大罗神铁，传说它由大罗金仙褪下的肉躯幻化而成。集天地精华，集日月神辉，经由无尽岁月沧桑的洗炼而成。昔年五祖太虚古龙的至尊寻遍整个诸天万域，也才找到拳头那么大点儿。
这大罗神铁这么逆天，龙眼，你说我用它铸炼本命灵器如何？废话，有此逆天神铁，就算铸造仙器都不为过。铸造个什么本命灵器？这里面学问多了去了，学天之法，验天之道，每一种器都有其法和道。可铸剑，其道唯一，锋利无比，一剑斩天破虚空。剑走偏锋，世纪则一折。那断刀，其道比我霸绝更，扫宇内八荒。刀刚犀利，可变化不足。造仙炉，其道如朴，蕴养百经，亦能做丹炉。又或者炼成钟，风中大吕，中道天音。仙炉攻击不足，钟又太被动。七煞无也。那么你说，想铸炼成一个啥样的灵器？我要我的灵器包藏大千万物，容纳万道诸天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铸鼎，大罗神鼎。终于成了。该问一下炎黄那边是否来人。是谁？果然是玄苍玉阶。准天境，难道是炎黄那边来人？前辈可是炎？交出玄苍玉阶，炎黄圣主之位，可不是你这灵虚境能配得上的。我若不愿呢？那就剁掉你这根手指！总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认不清自己位置。好强悍的肉身，是我准天境一击，竟还能站起。念你寻回玄苍玉界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交还是不交？前辈。这炎黄圣主，我当定了。纵使你准天之位，也休想压我低头。口气不小，就看你做不做得到。竟然撑了这么久，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能耐。来得好，只借你一验大罗神鼎。什么？鼎震乾坤。黄陵，没办法了，仙轮天照。那是
红尘师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尊，我对不起你。当年你将炎黄托付给我，但却因为我变得四分五裂，师兄妹反目成仇。前辈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之前从未见过你，怎会可能是你那红尘师尊？不可能，你跟师尊长得一模一样，更有一只6道仙轮眼。他也有一只？不对，师尊的仙轮眼在右眼。你真不是师尊？前辈，我虽不是你师尊，但也有重振炎黄之心。前路纵有万难险阻，晚辈也愿以命相付。你的神态和气度同红尘师尊如出一辙，容貌也一模一样，还都拥有一只仙轮眼。且明明只有灵虚境，与我这准天境交战也不落下风，这是天意，你必是注定一统炎黄的天命之人。炎黄首领终将拜见第99代炎黄圣主。我要我的灵气包藏大千万物，达万道诸天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铸大罗神鼎。教主玄苍玉界，我倒要看看究竟何能耐。仙轮天照。你的神态和气度同红尘师尊如出一辙，这是天意。炎黄首领终将拜见第99代炎黄圣主。圣主，这边请。炎黄弟子恭迎圣主。啊！炎黄根基深厚，若能设法统一，日后唯我驱使，必能踏平正阳宗。不必多礼，请起。多谢圣主。小灵娃，你怎么才来？知道我从神窟出来找了你多久吗？我也不知道神窟传送地点是随机的呀。你先自己找地方玩吧，我有事要和钟前辈聊。自师尊消失后，中岩师兄接任圣主之位，但不久后，中岩师兄也消失。自那之后，炎黄内部日渐离心。三师兄钟馗率先出走，带走炎黄内部半数弟子，建立天皇。5师弟钟离与6师弟钟牧紧随其后，离开炎黄后，分别建立帝皇、玄皇。再之后，7师妹红尘雪离去，建立人皇。至此，炎黄彻底分裂，独我留守在炎黄。这些分裂势力背后关系错综复杂，5多年以来，我都未能一统炎黄，实在惭愧。唉，不知圣主可有办法？哎，你们师兄弟不是都姓钟吗？为何这7师妹却叫做红尘雪？圣主有所不知，其实7师妹原唤钟霄，但她一直心悦于我师尊红尘。在师尊不知所踪后，便将名字改为了红尘雪。记得你曾说过，我与你师尊长得一模一样。确实如此。圣主，你中了毒，再动用灵力会伤及心脉，不如先找个地方疗伤。不行，玄黄暗中构建尸血殿的消息，必须马上告诉师兄他们。吃了后生不测，我们分头行动。红尘雪，摆步束手就擒。圣主，强弩之末。
圣主，你没事吧？红尘雪，今日也是你的死期。师尊，难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？师尊。师尊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没事吧？师尊，我很想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我既回来，就不会再走。小儿，先让我跟你疗伤。放心，炎黄之事我已明了，现在特意来接你和人皇回家。还是与以前一样，只可惜物是人非。小儿，炎黄永远都是炎黄。参见圣主，参见风尊。圣主封尊见谅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们这就退下。小儿，我们走吧。人皇还是住原来的地方，你的院落也重新收拾好了。啊，我听师尊的。师尊，怎么了？啊，还记得在炎黄的时候，你最爱吃我做的鲜酿橙，待会儿我再做给你吃，好吗？你们刚刚回来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，晚些再说吧。小儿，住口！你不是师尊！小儿，你说什么胡话？我就是你师尊呀！无耻贼人，还敢狡辩！师尊根本就不会让我进厨房。
冒用这张脸招摇撞骗，亵渎师尊，去死吧！不愧是准天境，够难缠的。八荒斩！还敢偷学师尊的八荒斩！今日我不杀你，枉为炎黄弟子！仰天风云阵，太虚洞！你再来晚点，我可就真见阎王去了。你合伙骗我，竟敢找人冒充师尊，众将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！哎，前辈，这可不是冒充，我真就长这样。师妹留步，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为何与师尊长得一模一样吗？对啊，风尊就不想知道我与红尘前辈究竟有何渊源吗？风尊前辈，这脸真是原装的。秦羽，你与我师尊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巧合如此之多，渊源必然是有的。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们一起调查，总会有答案。风尊前辈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红尘前辈。回来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真有本事统一炎黄？我知道前辈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，实不相瞒，我并非秦羽，我的真实身份乃是恒月宗楚轩儿门下弟子叶晨。你是叶晨，那个击败玄灵之体，赢下三宗大比、斗丹大赛、获封丹圣的叶晨？正是晚辈。叶晨不是成魔后被围杀致死了吗？圣主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知道许多特殊手段，不过是一次假死。我要的是炎黄恢复当初的繁荣，若无法实现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。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帮忙打探一下我师父、师伯还有师兄弟的动向？当然可以，只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如此，便先多谢了。师兄，要不要告诉叶晨？杨顶天下落不明，尹志远成为新任掌教。叶晨被围杀后，与他交好的长老、弟子皆被打压迫害，无一幸免。先压下来吧。以圣主的性子，知道了必定会马上杀回南楚。以如今炎黄的实力，无法应对这个局面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师尊，难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？炎黄之事我已明了，
现在特意来接你和人皇回家。合伙骗我，竟敢找人冒充师尊！前辈，这可不是冒充，我真就长这样。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红尘前辈。我答应你，自今日起正式率领人皇回归。圣主，如今七师妹也已带领人皇回归，炎黄势力大增，你之后有何打算？师兄一心想要光复炎黄，相信圣主应该也与师兄有一样的心思。不过天皇最强，以炎黄现在的实力，怕是难以收复。而那钟木，他已与嗜血殿勾结，妄图吞噬整个炎黄，绝不能轻易放过。有这两家虎视眈眈，也不好对帝皇出手，是吗？圣主、炎尊、风尊，天宗世家老祖楚天宗求见。这天宗世家在北楚地位不凡，以前与我炎黄颇为交好，但自从炎黄分裂之后，便少有往来。不知突然到访是何用意？那就看看再说。圣主、炎尊、风尊，不知前辈亲自来我炎黄，所为何事？不瞒各位，老夫得知炎黄新圣主刚继位，便一举整合了炎黄两股势力，想来谈谈加入炎黄之事。楚宗主神通盖世，有天宗世家加入，我炎黄可说是如虎添翼了。圣主不妨答应他们。前辈愿意加入，我等当然欢迎。不过，我天宗世家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圣主迎娶我的女儿，这样我天宗世家可考虑举族迁入炎黄。前辈一番心意，晚辈心领了。但是您这个条件，请恕晚辈无法接受。圣主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？有我天宗世家加入，对炎黄实力的巩固，肯定远超圣主想象。晚辈感激前辈一番好意，只是若我出卖自己拉拢你们，以后我又该如何服众？看来是老夫思虑不周了。不过圣主，若是哪天回心转意了，可差人告知老夫。天宗世家提出的条件确实优厚，可我并不想以此获得助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你有一天强过我，师父我就嫁给你。我不是以他师父的身份来你，我是以叶晨的妻子身份来你。有个人还在等我。但两位前辈放心，我定会一统炎黄，恢复他往日的荣光。还是优先对帝皇下手最为合适。只是三方地势相邻，要如何才能拿下帝皇，又不会被天皇、玄皇发现呢？明镜五重，
提前在我屋外设了禁制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你究竟是谁？太虚神行！心意。如此，天罡剑阵。 你这阵法固然厉害，但对我来说还差了点。是吗？想法倒是不错，但对我没用。啊！你是刺魂？帝皇圣主派你来杀我？只是想请圣主去一趟帝皇。 冒如此大的危险潜入，却只为抓我，或许可以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发现拿下帝皇的机会。帝皇如今胆子不小，知道我是炎黄圣主，还敢如此造次。还请圣主不要四处乱走。 避免无伤。这么着急的样子，看来真出事了。严尊、封尊，帝皇传信，圣主被钟离的人带走了，还让你独自前往帝皇。 看来圣主早有谋划，所以留下此信。那我们得奏场戏给帝皇看了。终将前来赴约，还请帝皇交还我家圣主。那终将的确是一人前来的，那就快让他进来吧。 不好，结阵！中将、红尘雪，你们竟然不顾圣主安危，违背约定！你们敢伤我圣主！ 我们与你们不死不休！请严尊、封尊救救我家主人！ 快去大门那边，炎黄来袭！来的还真快。帝皇圣主，钟离。天雷，吞了他们！
那是天雷。你受了道伤？你倒是眼力，别人最多看出我受了伤。没办法，曾经受过，也治过。新任玄藏玉阶之主会治疗道伤，看来收复帝皇的机会送上门了。以天劫之力修补，怎样？敢试试吗？钟离受了道伤，你想让我为其治疗，所以才带走圣主。是，说主人伤好，不管是打是杀，我皆无怨言，只恳求严尊出手相救。如是普通的伤，我倒还有些法子，但道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那是，主人。主人，你对我主人做了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！主人，燃魂，你不要命了？哎！呀！刺魂，住手！帝皇如今胆子不小，知道我是炎黄圣主，还敢如此造次。只是想请圣主去一趟帝皇。你受了道伤，看来收复帝皇的机会送上门了。对我主人做了什么？刺魂，住手！主人，主人，您怎么样？您的道伤好了？炎黄圣主确实精彩绝艳，竟有能力治疗道伤。圣主，你怎么样了？倒也没事，不过是救人损耗了灵力，又被莽人讨教了几招。是我鲁莽，请炎黄圣主责罚。刺魂也是为我。炎黄圣主有何处置，就由我来承担吧。虽然帝皇请我来的方式粗鲁了一点，不过晚辈本就想见一见帝皇圣主，也就不计较了。哦，主人，您的身体。炎黄圣主找我何事？说正事之前，我想先知道你的道伤是何人所为。天皇招式，一阳掌。依靠手型变换蓄力，融合多层掌锋玉笛，常留下断掌印记。这是钟馗悟出的招式，后来尽数交予炎黄长老。确实像天皇长老所为。看来雷尊并不完全认为自己是被天皇长老所伤。炎黄圣主果然聪明，那人掌法虽像，但身法
却不似我钟馗师兄传授。像吗？啊，竟一模一样。有人陷害天皇，模仿一阳掌伤人。若帝皇被挑唆与天皇开战，玄皇怕是最能渔翁得利的。圣主聪慧，我这就着手调查玄皇。那么炎黄圣主，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，而你刚刚所谓的正事，是想让帝皇回归炎黄吗？我确有这个想法，但不知雷尊是否愿意回来。听说炎黄圣主想要一统炎黄，我倒是有兴趣看看你能否成功。钟离与帝皇任凭差遣。眼下我有一计，可将天皇、玄皇一举收服，还请雷尊配合。先带圣主离开。好。可以了，辛苦两位前辈了。演场戏而已。圣主之后有何打算？按照计划行事，还请炎尊陪同风尊一起查清嫁祸一事，避免意外。师妹伤势刚好，我也有些担心。剑气雨，坠天境，你是谁？为何偷袭我？想知道，先打过我再说。乾坤天地，一指阴阳。锁定技，实力不错嘛，那我们换个方式玩吧。又是隐喻身形的技能，难道和刺魂一样？不对，他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你究竟是谁？身法诡异，实力强悍，难道刺杀雷尊的凶手是他？看来得想办法将他制住，带回去问个究竟。喜欢这个姿势啊！啊！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刺杀我？雷尊的伤是不是你造成的？我可不喜欢在下面。虚空凝滞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感觉像是进入了泥沼一般，身体使不上力。这疯女人比其他准天境都强，不能再留在这里了。这是天雷真火。破！天雷真火，金色血眼。你身上的秘密真多，让我研究一下吧。分身。说吧，谁派你来刺杀我们？帝皇圣主也是你下的手？道友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，都弄疼我了。拖把，我先从你身体开始研究。这女人，看来用普通的方式没法从她口中套话了。既然你真想看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，只有我脱，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啊？那我再找几个人来和你一起脱。倒也不必，只要你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。当然是我自己呀！啊！原来你喜欢这样啊！圣主，天宗老祖有急事求见。我这就过去，你先带他到大殿等我。圣主，冒昧打扰了。老夫此番前来，是想恳请圣主放了我女儿楚灵玉。前辈，我什么时候抓了您的女儿啊？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慢着。道友，你好粗暴啊！爹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不知道我被这个家伙给欺负惨了。玉儿，她真是你女儿啊？抱歉，多有误会。误会，你就可以调戏我，就可以侮辱我，就可以强迫我。还逼我坐你腿上，摸我的脸，摸我的腰，摸我的胸，我的清白啊！炎黄圣主不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吗？我去！既然你有如此担当，愿意娶我啊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击掌为誓。圣主要娶妻？
喜宴当天早些来，多喝2杯。父亲，你之前不是想要加入炎黄吗？如今我马上要嫁给炎黄圣主，就快些带领家族搬迁吧。哦，对了，夫君啊，你快些为我们准备一座灵山啊！恭贺圣主！我定为你备一份大大的聘。这事怎么就说不清了？今天中牧招募了一个名为季仲的客卿，他有一门焰象功法，可模仿他人招数，刺杀之人可能是他。圣主接下来有什么安排？当然是通知雷尊前辈，带伤前往天皇复仇了。钟离与帝皇任凭差遣。你是谁？为何偷袭我？身法诡异，实力强悍，难道刺杀雷尊的凶手是他？可是，道友可真不会怜香惜玉，都弄疼我了。圣主接下来有什么安排？当然是通知雷尊前辈，带伤前往天皇复仇了。荒唐！钟离竟真相信是我派人要刺杀他，还向天皇宣战了？千真万确，圣主从来不屑用暗杀这种卑劣手段，钟离又岂能不知？想来，不过是他早已有了要吞并我天皇的野心，如今只是找理由开战罢了。炎黄分裂多年，以往的情分在栗子面前，恐怕早已消失无踪。对付这种卑鄙小人，圣主您的慈悲只会助纣为虐呀！哼！传我命令，全体天皇弟子整军迎战。遵令。钟离果然中计，向天皇宣战。等他们两败俱伤，你我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了。钟圣主的谋划自然是高明的，我便拭目以待了。楚灵玉、楚无代中的这套秘法真是不错，竟然可以搜取他人记忆。干嘛？中江老头说有事儿找你。你急什么呀？哎呦！哎，人呢？不是说钟江找我吗？这位前辈，您是？听说你能治疗道伤？之前钟江说要给我引荐一个受了道伤的前辈，希望我能将他吸收入炎黄。难道就是这位？确实不错，前辈可是要找我帮忙医治道伤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治疗道伤消耗极大，
我即将与天皇、地皇决战，如果功力不济，怕是没有胜算。不过，前辈若愿意成为我炎黄客卿，助我炎黄夺胜，我便立即为前辈医治道伤。你这小子还算计到老夫头上了。也罢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多谢前辈。前辈，你可忍着点儿。师兄，你如此尽力辅佐他，是真的认为他能当此大任，一统炎黄了？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认可他。这个问题，不如让他前往禁地试炼，让历代圣主告诉你答案吧。竟然真的好了，小子，你果然有两下子。小子，我看你这天雷有趣的很，就玩2天如何？哎，傅道友，多日不见，咱们去喝2杯叙叙旧。啊！小子，你下次就玩2天啊！提醒一下，借东西给那老头有去无回。你跟我去个地方。这里是炎黄。这就是红尘雪说的试炼。不就是打架吗？这我擅长。太虚洞！
结束了，妈。这就是炎黄，好强！一气化三清。前辈，我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天佑炎黄，圣主万岁！师妹，现在你有答案了吗？历来圣主最高也不过获得30几道传承，这位秦羽竟然获得了所有圣主的认可，果真天纵英才。这小子，将来必有大能。竟是历代圣主的灵魂之力。我的灵魂晋升到天阶了，连修为也突破空明境了。已到与帝皇约定日子，圣主竟然还未出来。是天劫，这么大动静，看来这小子进阶不少。我看你们的计划还是推迟吧，这么多劫云，一时半会儿怕是批不完。这是将天劫直接给封印住了，还有这种办法？这小子真是奇才啊！
天阶灵魂，空明镜之身负载着天阶灵魂，圣主真是一次又一次令人惊叹呐！得主如此，我炎黄势必重振。看来果真收获不少。过奖过奖，说正事吧。帝皇现在应该已经抵达天皇地界，我便按计划先一步前往与雷尊会合。嗯。圣主到了。师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好了，竟然真的好了！小子，你果然有两下子。这就是红尘雪花实力。前辈，我这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灵魂晋升到天阶了，连修为也突破空明境了。如此，我炎黄势必重振。一别经年，师兄看着气色倒好，不过师弟我可就不太好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我哪里得罪师兄，竟然让师兄派人来刺杀我呀！钟离，你不过是找借口想要趁机出兵攻打我天皇罢了。哼，要打便打，我钟馗怕你不成？天皇弟子听令，随我杀！你们是想造反吗？额头刻字，鬼名面具，他是风云榜排名29的杀神秦羽。那是玄苍玉剑，秦羽就是炎黄继任圣主。钟离，你好算计！既已归顺这黄口小儿，还在这里与我做戏。看来前辈并不认同我这个炎黄圣主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你赢了，炎黄圣主之位我双手奉上；你若输了，则带领天皇弟子回归炎黄。你可敢？竟然给我们圣主下战书，他疯了吧？即便再有本事，怎么可能敌得过我们圣主？无愧是炎黄圣主，够霸气！他真的可以吗？钟馗可是准天境啊！圣主有些冒险了。哼，有点意思。好小子，有魄力！他敢在阵前大放厥词，想必有备而来。圣主万不可中了他的激将法。哼，区区空明镜能有什么本事？你可别长他人志气，捏自己威风。怎么，莫不是天皇圣主？怕？不自量力！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。哎！全体炎黄弟子后退！我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！哎！九天手！消息传不出去。
下去。幸亏圣主英明，让我们在此拦截混入两军的奸细。钟牧挑拨天皇、帝皇开战，如今没了消息来源，定会以为自己计谋得逞。好，好极了！血屠长老，天皇与帝皇已经开战，一切顺利。既然好戏已经上演，钟圣主，我们是否也该动身了？传我命令，整军前往玄龙山。是。留几人看管，其他人随我潜入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来，今日必斩你祭旗。前辈，话别说太早，容易打脸。小计，野言万壑，开山裂石，太虚神行。有几下花招，可惜。还差远了！天机道渊，你也配做炎黄圣主？天碎山河，镇压！我若不配，还有谁能？八荒雷斩，烈焰流火！该死！悟空明镜一闯，竟将准天境的压着他。不愧是杀神秦羽，强至如此，若他晋升准天境，岂还有对手？这小子果然不错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住这招。那是天剑神法。师兄竟被逼到要动用秘法了吗？逼我用大招啊！放天象地，受死吧！天剑神法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
师尊，圣主竟然输了！输给了一个空明镜，这怎么可能？前辈，你输了。前辈，炎黄本为一脉，何必非要自相残杀？前辈，你不妨问问众弟子们，他们是真的都想离开炎黄吗？圣主，我们想回家。圣主，圣主，我们想回家。原来你们都想回去。前辈，斗了这么多年，他们都累了，回来吧。炎黄才是你们的家。天皇众弟子听我号令，今日我们回家。钟馗带领全体天皇弟子回归炎黄，请圣主准允。请圣主准允。既然如此，炎黄弟子听命。谨遵圣主令。谨遵圣主令。两军开战！已经两败俱伤，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。全体听令，跟我杀！钟馗、钟离，受死吧！你们既然好戏已经上演，荣圣主，我们是否也该动身了？今日我必斩你祭旗！话别说太早，容易打脸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住这招天劫神罚！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他们已经两败俱伤，全体听令，跟我杀！钟馗、钟离，受死吧！主簿，你来插什么手？原来如此，派人
刺杀我的是你们玄黄吧？好一招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哼，是又如何？今日都得下地狱！死的是谁，也未可知呢。哎！你们中计了，快撤！是陷阱，我被围了。不好！九天诛邪！救命！我不想死！好像没针对我们。别说话！给老子破！好一招苦肉计啊！竟然做局算计我！彼此彼此。秦羽，你能收服人皇地皇，我不意外。但桀骜难驯的钟馗，竟也甘愿臣服你这毛头小子！炎黄本就一脉，钟牧前辈若能迷途知返，也依然是炎黄的金尊。尔等此时归降，还是炎黄手足。前尘种种，既往不咎。未来炎黄荣耀，也与君共享。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呀？我们要不要也？别听他，拼了！死就死了！放屁！我们本就是炎黄之人。钟牧，你该不会是和他们一起给我们设套吧？我是玄黄的圣主，你们都想造反不成？钟牧，造反的人是你吧？玄藏于界，我以第99代炎黄圣主的名义，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：归降则生，反抗则死。我归降，我不想死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当叛徒。谁敢投降扰乱军心？这就是下场！混账东西！勾结外敌，残害同门，今天我就带师尊和炎黄清理门户。你还没这个资格！敕令，八面玲珑。
西中，那日你重伤我，可曾想过今日会落到我手上？执掌雷霆，六甲图，快跟着我合力破阵冲出去！着什么急？来，扯点我！有何？好阴险的一剑！老子要是绝后，你给送终啊！我现在就给你送终！血剑滔天！湖南九中天，逍遥天地间。可恶，再不走必死！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如今只有签下秦羽做人质，才会有胜算。秦羽难道想独占血图？空明剑和准天境可是一重境界一重天呢，太头大了！还敢先动手？以血屠长老的实力，杀个空明镜跟捏死只蚂蚁差不多。钟馗，我看你认得新主人，脑子不太灵光。你钟木一向目光短浅，能看什么？亢龙八荒，不过如此。那血屠竟被秦羽打伤，这不可能！血屠长老怎么回事？秦羽真是空明镜吗？金刚除魔，大罗神庭。给我破！但我这顶是破铜烂铁呀！顶阵乾坤。木木，
荒雷斩。怎么可能？秦羽不过空明境，蠢货！现在你知道他凭什么是炎黄圣主了吗？两个长老都死了，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我不想死，让我离开！就怪你们，要死一起死！凡是血殿中人，一个不留。谨遵上令。如今，终木已可知罪。王百寇，我想到最后，你们就是罪人。无药可救，凭什么败的一定是我？若可以，但应将死。境界的差距，非一时可逾。众军，放弃。自己的方式证明给他看，我百里东军有资格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就是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。青云向晚，月落孤山。当时少年渐心远，一别春秋，孤身复见。人心千面，阴谋测算，悲与欢，皆如云过眼。山河在他掌中化烟，天地阴阳玄机变。但海乾坤自流转，再修道化万千，再度红尘无边，如魔仙。轮回化灭一念间，将周天推演。沧海几经澜，烈雨血色染无间。水与绝为家亲手剑，一剑破万剑，泪光过出天惊变。水与火涅槃生死悬，燃魂灭九天，看离乱世风云间。水万亿诸天尽踏遍，尘世几经年，梦一场光阴似箭。再回首，万年后血色如初见。